客官，还要一碗吗？地府满清800年才能换来人间活一世，勤恳的孟婆，她这次成了大明王朝豫北将军府的嫡女孟晚秋，但这具身体的身世却是真可怜。她囊生她时难产去了，而她难产时缺氧，后又高烧不退，呜呼，脑子烧的情伤智商不在线不说，口齿也不清，腿脚也不便利。她住的闺房就一张雕花大床，一个年头久远的梳妆台，一张桌角都有些破烂的方桌，屋角堆放着几个木箱子，房内甚至连个能看得过去的摆件都没有。不得不说，原主这日子过得是真憋屈呀！穷，真穷呀，人是实惨。小姐，小姐，丫鬟六儿跑进来，怎么了？六儿的脸上带着欣喜，前厅那边来人了，说三皇子来了，让您去前厅呢。昨日小姐才刚及笄，三皇子这回就来寻小姐，定是因为他上心着呢。三皇子肯定是亲自向小姐提亲来了。三皇子，孟晚秋搜寻记忆才知晓，3年前他莫名其妙的就接到宫中的圣旨，定下他为三皇子正妃，只待他及笄，便可择日完婚。为此金钟哗然，都在揣测皇帝是不是不喜三皇子，才给他定下这样一门亲事。这是小姐第一回见三皇子，定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行。可是小姐，今年的秋季新衣，二小姐和三小姐都穿上了，可小姐您的却迟迟没有送来。走吧，不用特意装扮。六儿抬头看着他家小姐，虽说没什么好料子的衣裙，但是小姐啊，未施粉黛就已经很美。小姐说的对，就该让三皇子瞧瞧，小姐在府里可受委屈了。突然瞪大双眼看着孟晚秋，声音很激动。小姐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不用打扮了，这小丫头这么激动干嘛？六儿顿时热泪盈眶，一把抱住孟晚秋，呜呜的哭了起来。小姐，你终于能说一句完整的话了，不枉费我天天求菩萨保佑。孟晚秋才想起人生一直口齿艰难，那定是要多谢我们六儿了。菩萨听到了你的心声，不仅让我说话利索了，脑子也清醒了呢。真的吗？真是感谢各路菩萨，六儿以后有钱了，一定给你们多上香。不行，现在就给菩萨上个香去。孟晚秋失笑，这个丫鬟与她自小一块长大，明明比自己还小2岁，但在她受人欺凌的时候，她却总挡在她身前，真是个忠心又心思单纯的小丫鬟呢。点赞。怎么不走了，小姐？你看得到那个人吗？哪里有人？西院门口。西院门口明明空空如也，被小姐一问，六儿顿感浑身一冷。哪里有人？应该是哪个丫鬟刚刚从那边走过而已。被拽走的孟晚秋回头看了一眼那阴暗处，正好与那女子四目相对上。这不是府中那个痴傻的大小姐吗？她刚刚是看见我了。欧阳瑞则见来人，有了一瞬间的愣神，感觉这孟晚秋并没有传言中的那般不堪。大姐姐真够磨蹭的，让三皇子殿下好等呢。果然是帝王家的基因，三皇子这颜值真的算很高了。不过见他头顶笼罩着这一股黑气，贱气的他一定诸事不顺吧。大姐姐腿脚本就不太利索，晚些倒也情有可原，希望三皇子殿下莫怪。无妨。姐姐快坐下吧，三皇子殿下要和你说话呢。孟如烟是柳氏的大女儿，是京中圈子有名的才女，她与三皇子是在诗会上初见的，自那时起二人便暗生情愫，多有往来。孟晚秋眼神在二人身上徘徊，心中变了然了。近些时日办啥不顺，庙里住持给了一个化解之法，积德行善，远离小女子。这孟晚秋天生霉运，出生时就克死了她母亲，之后她的奶娘换了3、4个，不是腿摔断了，就是腰闪了，或是落水了，这般更不能再与孟晚秋有任何牵扯了。孟大小姐，本殿下今日是来同你退亲的，这是给你的退亲书，只要你同意退亲，我可以给你一些补偿。殿下，你与我家小姐是皇帝赐婚，怎么能退亲呢？你家小姐也不拿镜子照照，她配得上三皇子殿下吗？六儿想争辩，孟晚秋拍了拍他的手背。补偿？是的，只要你提，我能应的都应你。这凭空掉下来的补偿，不要白不要，这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。于是随意的开口1万两，早知银钱能解决事，给他2万两都行。欧阳瑞则心中更是高兴，好像大家都松了一口气的样子。呸呸呸，1万两肯定太少了，得再加1加黄金。孟晚秋，你是想钱想疯了吗？1万两黄金，差不多要了自己半个身家了。果然，这女人不仅痴傻，还心比天高。三皇子才许诺的我，实力红妆迎娶，三皇子府中的一切都是我的，这不是相当于从我手里掏金子吗？孟大小姐，1万两黄金是不是太多了？殿下要是觉得太多的话，那亲就别退了，等我父亲回来，咱们挑个吉日就成亲吧。孟晚秋居然一点也不口吃了，而且她好像突然变聪明了。想退了这桩亲事，想了3年了，好不容易求得父皇应允。1万两黄金，我应你，下午我就让人给你送来。从此咱们两桥归桥，路归路。多谢殿下赏赐，收到金子后，我保证咱俩再无瓜葛。天上真的会掉馅饼，刚活过来就有冤种送钱来。这丫头好似转院了。孟晚秋顺着声音朝上座望去，
只见刚刚西院那个女子正端坐在前厅的主座上。不是，现在人间的鬼都这么猖狂了吗？大白天也可以行走自如了。小丫头，你能看见我？不是，我便走了，劳烦二位妹妹作陪了。你是不是能看见我？孟晚秋不理。小姐，你莫生气，您瞧她与二小姐那眉来眼去的样子，便知道她不是个好的。如今小姐好起来了，又长得这般漂亮，她来退婚，损失的只会是她。六儿，你家小姐我怎么可能会因为这种小事难过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小姐，其实你不用强颜欢笑的，如果想哭的话就哭吧，六儿陪着你。六儿，我为什么要哭呀？我可是立马要有1万两黄金的人，咱们应该想的是怎么花这笔钱。六儿再三确认孟晚秋是真没有难过后，也跟着一块高兴了。也对啊，娘说过，如果没有对自己知冷知热的男人，那还不如终身不嫁。殿下，您作为一个皇子，何必受他胁迫？给他1、2千补偿就行了。等母亲回来，我告诉他去。三小姐不必为我烦忧，1万两黄金我还是能给得起的。待我把婚退了，我寻个机会让父皇为我们赐婚，你觉得如何？都听殿下的。就是爱极了这样温婉的女子，能摆脱孟晚秋那个傻子，1万两黄金出的心甘情愿。欧阳瑞泽的速度很快，一问过后就命人送来了3大箱子。秋兰院真的是太寒酸了，那3口箱子精致的和秋兰院的一切格格不入。言儿且安心待嫁便是，其他有娘替你筹谋。既然黄金是抬进将军府的，那它就属于将军府。你的后娘来了哦。他不断的在孟晚秋耳旁吹冷风，让原本寒凉的天气更冷了几分。今日怎么这么冷了？六儿，你去烧一壶茶水来，去寒。好了，别吹了，待会下到我的丫鬟了。听说老三已经被把婚事退了。是的，昨日就退了，且三皇子殿下赔偿了孟家大小姐1万两黄金。1万两黄金，老三居然愿意出这么大一次银钱？是的，昨儿下午便抬进了将军府。孟家大小姐如今怎样了？启禀陛下，孟家大小姐的痴傻病好了。好了，果然料料大事的话果然应验了。把老二、老四、老五，他想了想，还是把年仅10岁的小六加上了，还有小六都叫来。很快他们就被父皇的言语震惊了。父皇，昨日三哥才去退了孟家大小姐的亲事，今天你就又问我们兄弟去娶？他是1万个不可能去娶这样一个傻子的。当初为这事可是笑话了三哥好一阵当，儿臣不愿。父皇，这孟家大小姐是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吗？我只问你们兄弟几个有没有愿意娶的？老二欧阳正硕在思考。很明显，这个孟家大小姐肯定有的父皇看中的地方，虽说是个傻子，但娶回来做个侧妃也不是不可以。父皇，儿臣愿娶孟大小姐为侧妃。二哥，他是个傻。孟家大小姐与旁人不一样，你何必委屈自己？孟将军是我朝边关重臣，他的女儿如何能为侧妃？娶一个傻子做正妃。朝灵帝叹息，他故意不将孟晚秋已然好了的事和几位皇子说，就想看他们中能否有真心之人。父皇，孟家姐姐长得好看吗？应是好看的。父皇，你能允许我去看看孟姐姐吗？若是她斗我心，我愿娶她为正妃。老六，你才多大，就想娶妃了？男子娶妻是早晚之事，若能得一安心之人，时间早些又有何不可？好，父皇允了。待你看过你孟姐姐后，就回父皇这儿给父皇说说。小六遵命。小六，你三皇兄眼光不算高，他都看不上孟家小姐，以你那挑剔的眼光，你的孟姐姐更入不了你的眼。是啊，而且你还太小，看女人可不能光以长相论，还得看她聪不聪明。臣弟想亲自去会一会孟姐姐，指不定三哥是被蒙蔽了双眼，错失了珠玉。看样子这几个小子都与那孟晚秋无缘。聊聊大事说过，孟家的大小姐及其前痴傻，及其后就有享不尽的福运。费尽心思为老三谋来的好运，被他自己推之远去。老二、老四、老五也没这般心思，小六嘛还太小罢了。缘分这东西无法强求。你，我就说你能看见我，你为什么之前不回我？终于有人能看见我了。而后他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，没人能理解他的心情。多少年了啊，没有任何一个伙伴，连鬼差都看不到我，每天只能在这将军府中晃荡。孟晚秋蹙眉，原来还是一只爱哭鬼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我这不是看见你了吗？等晚些时候，我给你上炷香，再烧本纸。真的吗？我说到做到。柳氏一进屋就注意到了那3口箱子，内心激动不已。抬走，夫人这是做了强盗的营生了。孟晚秋，他这是不傻了。这些黄金是三皇子给将军府的，我有责任将它清点入库。夫人怕是搞错了吧？这是三皇子给我的退亲补偿，怎么就成了将军府的了？进了将军府的东西，那就都属于将军府宫中所有。哦，这么说，
夫人那些陪嫁也是抬进将军府的，那也应当属于将军府所有了。我上书府抬进来的陪嫁是有清单的，那都属于我个人所有，怎么可能冲入宫中？那只黄金抬进了我秋兰院，也该是属于我孟晚秋。你怎么证明这笔黄金是你的？难不成它上面刻了你孟晚秋的名字？夫人果然神机妙算，连她刻着我名字都猜得出来。呵呵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三皇子还会特意刻你的名呢？三皇子殿下大概怕我的银钱被人惦记，特意给我了一张字据，上面明明白白写了黄金归孟晚秋个人所有，上头还盖了三皇子的印章。有字据又如何？我奉劝你不要撕了它，毕竟它可是一式三份，除了我和三皇子这2份，另一份已经进了京兆府衙门了。你看你这边也没什么合适放银钱的地方，还是我替你保管着，待你想要之时，我再给你就是。的确是没什么放的地方，我倒是想问问夫人，大妹妹和三妹妹院子里也同我秋兰院一样吗？人家闺房多金镶玉，你这条件和后院王马夫应该有得一比。喂，孟晚秋，要不要我给她打多一口气？我保证让她今晚就躺下，过10天半个月就能凉了。她摇了摇头，不能让别人为自己沾上因果。晚秋，原先你这院子可比燕儿和雪儿的好，我不是怕你磕了碰了，所以才让人把那些东西都收起来了吗？如今我大好了，该属于我的东西也该还回来了。那是自然，不过你确定不需要我帮你保管那些黄金？不需要。那你可要小心看管，这么多黄金，可别让那贼人偷了去。哼！六儿警惕心大起，今晚不睡了，就守着这些钱。1日2日不睡倒是可行，总不能2人天天不睡，就守在这里吧。真的是开启乾坤店迫在眉睫了。支走了六儿，孟晚秋才问起白衣女子的身世，原来她的名字叫欧阳玉琴。那不是皇姓，三皇子欧阳瑞则是你什么人？我是太上皇的胞妹，按辈分来说，他该喊我一声姑祖母。你这姑祖母可真年轻。唉，那还不是我去的太早，活着的时候连个男人的滋味都没尝过，真是可惜啊。所以他现在很热衷于爬各种窗头。为何你会在将军府中？当年我看上了你爷爷，要不是我去的太早，指不定我就是你的奶奶了。我来将军府找你爷爷，但他怎么都不搭理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原来我不知怎么已经赶了，然后就再也离不开这儿，在将军府游荡1年又1年，连鬼差都看不见我。显然，欧阳玉琴成了地缚灵了，但有本事让鬼差都看不见他，肯定是有人对他下了封印。欧阳玉琴顿时感觉灵体一松，好似套在身上的枷锁完全卸去了一般。你是做了什么？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突然轻松了起来？大概是解开了你的束缚，如今你该是可以离开将军府了。真的吗？要不你现在试试看，能不能离开？欧阳玉琴嗖的一声飘走了。我真的自由了。孟晚秋，我朋友不多，以后你算一个。好呀，那我可要抱紧老公主的大腿了。什么老公主？我这样子很老吗？欧阳玉琴异常兴奋，一直喋喋不休的讲话，甚至爆出了个惊天大瓜。有事生的小儿子孟如舟，不是你爹的种。这夜，孟晚秋接收到一个来自乾坤殿的消息提示：恭喜主人，帮助无害魂魄解除禁制，获得100个功德点，达到开启乾坤殿要求。是否开启乾坤殿？难道是白日里帮助欧阳玉琴，误打误撞获得了功德点？他迫不及待的回复：开启。好的，主人，正在为您开启乾坤殿。乾坤殿已开启，乾坤殿目前可用空间2个平方。小是小了点，但拿来放大3箱黄金是够的了。一念起，3箱黄金都被收进了乾坤殿，功德点可兑换的物资面板上显示的全是现代化产品。要说来这2天，最憋屈的要数上厕所了。主人，抽纸已兑换成功，扣除5个功德点。一包抽纸这么贵的吗？攒功德，攒功德，积攒功德才能过上好日子。第2日一早，孟晚秋就收到前院消息，说六皇子来寻她。孟晚秋显然有些懵。六皇子，他与自己有什么交集呢？这人周身好似有淡淡的白光，这是有大功德在身之人才有的。将军府中目前无可担当的男主人，所以只能柳氏作陪。他也很纳闷，六皇子为何寻秋兰院的那位？晚秋，这位是六皇子殿下，另一位，这是我九皇叔。柳氏大惊，这就是传言中杀人无数的冷面阎王。九王爷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叨扰了。听闻2位贵人来寻，可是有何事？不得不说，这是一位容貌尤其出众的姐姐。不是说将军府的大小姐是个傻的吗？按下了心中的疑问，开口道：我们只是顺路过来看看孟姐姐。顺路？皇侄孙，就皇宫和将军府这距离，顺德路可够远的。
好奇怪，这六皇子与自己非亲非故，他来看自己干啥？欧阳林看了欧阳玉琴一眼，难掩心中的震惊。白日里的魂魄，这是见到的第一个。他喊小六皇侄孙，难道他是皇家之人吗？他与孟大小姐很熟吗？他不由得打量起孟晚秋，瞧着瘦瘦弱弱的，不过看他的样子，确实没有沾染上任何的邪气。这个孟晚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？他拿出一张烫金的请柬。半月后，公主府举办赏秋宴，到时候孟小姐也一起来吧。六皇子和九皇叔一同来给孟晚秋送公主府的请柬，这事可就有些玄幻了。且不说公主府的请柬有多难，就阎王这般的人，何时会亲自给一个女子下帖子？九王爷，晚秋从未参加过这般宴会，恐会失礼，可否让家中二小姐陪她一起去？感谢九王爷好意，但晚秋，如今你已及笄，不该总待在府里，也要出去走动走动的。去，晚秋替我去看看舒儿，我活着的时候，就舒儿与我最亲近了。这种类似于相亲的宴会，真是不感兴趣。既然欧阳玉琴这般想去，那去逛逛也无妨。孟晚秋这才点头，谢过九王爷的邀请。可否让府中二小姐跟大小姐一起去？孟大小姐要愿意带着的话，那就让她跟着一起吧。孟姐姐，待那天你直接在府门等候便是，我来接你。来的路上，他便和皇叔约定好，若是觉得孟大小姐可行，便邀请她去参加赏秋宴。瞧这样子，皇叔定然也是非常满意她的。六皇子欧阳焕寻将随身携带的龙凤呈祥玉佩解开一半，递给孟晚秋道：“这个送你。”啊，小六子，这是皇家定亲信物啊，怎么可随便送人？六皇子殿下，这玉佩太贵重了，晚秋不敢收。送你便收着，我三皇兄与你退亲，往后你的亲事便会极为艰难。我此玉给你，待我长大，你便来做我的六皇子妃。你长得这般好看，我定不会来与你退亲。我该谢谢你夸我好看吗？这是来求亲来了，可是就算要嫁人，也不愿找比自己小这么多的小孩呀。天哪，我这个皇孙侄子才多大啊，就想着娶妻了。哎，当初我要有这般觉悟，这会儿好歹也有亲孙辈了。六皇子殿下，且莫开玩笑了。我并未开玩笑，我皇叔也是中意你的，我相信皇叔的眼光，皇叔喜欢的我也喜欢。小六，婚姻大事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啊。对，皇叔提醒的是，我回去便向父皇请旨。我是想说，婚姻大事不能儿戏啊。六皇子殿下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是我并未有嫁人的打算，望殿下体谅。嫁入皇家是多少官宦小姐们的梦想，孟姐姐为何不愿呢？不过外祖说过，没有钱搞不定的事，如果有，那一定是钱不够多。有道理。孟姐姐，我有很多钱，嫁给我后都是你的。三皇兄给你的1万两黄金也太少了，我再给你10万两，就当是替三皇兄赔罪。这样你愿意嫁给我了吗？天哪，太好了，简直毫无人性啊！要不你从了他吧。果然钱帛动人心啊！孟晚秋不得不承认，她有一晃神的心动了。刚来到人间，怎么可能让自己早早嫁人，过着日复一日的后宅生活？六皇子殿下真会开玩笑。欧阳林看不下去小六这有些萌蠢的模样了，拽着他就走。孟小姐该好好教养她孙子。孟姐姐，等我来娶你。是不是听错了？六皇子说九皇叔中意孟晚秋，然后却是他要娶孟晚秋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一个传言中的傻子突然不傻了，且身旁还跟着个白日里现身的皇家魂魄。他迫切的想知道这其中之事。05，你去盯着将军府。将军府要反了，孟大将军可是手握边关重兵之将，若是他反，这事可就大了。不是，你就去盯着孟府的大小姐，事无巨细都来回禀。孟大小姐就是与三皇子退亲的那位赤纱小姐吗？主子可是对任何女人都视若无物的，怎么突然要监视起一个女子来了？难不成？还不快去！是。孟晚秋出了门，都御车去了钟永伯府。钟永伯府的小公子已然失踪数日，孟晚秋告知说他知晓黄衍庭的下落。你知道我们家衍庭的下落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夫人，贵公子是名唤黄衍庭吧？昨晚他入我梦，托我来给你报信，说他已故了。不可能，他只是贪玩，只是走丢了而已。他要托梦，也该是找我。这位小姐，请莫要胡说，我家夫人已好几日未睡了，可遭不住。夫人，我原也不信，但今日打听后，才得知贵府正在满京城的寻人，我便来了。梦中他说，他被人推进了春柳巷北边的一座院子的井里。夫人，但请让人去那边寻寻吧，我也不愿这是真的。这位姑娘，你说这话可有凭证？并未有，只是昨晚一男孩入了我的梦，他浑身是哒哒的，穿着一身青丝外衫，腰上系了个绣着平安如意的香囊。他说那里有他母亲去法源寺给他求的平安符。他当真如此说？那平安符就是前几日他才求来的，他的婷儿天天带着。我的孩儿，你当真预不测了吗？你好狠的心，
你怎不入我梦来啊？这位姑娘能否留下府中名号？他日寻的小弟，我们必带上重礼登门道谢。我是将军府的大小姐。好，多谢。黄衍明立马领着人朝着春柳巷而去，下士拉着各种询问梦中之境遇。孟晚秋终是不忍，在旁劝解。半个多时辰后，前院传来了黄衍庭的确遇害的消息。小姐，六皇子殿下给您送了10万两黄金来，人还在我们院里等着呢，你快去瞧瞧吧。哇，便宜皇孙来真的呀！走，晚秋，你发财了，嫁给我嫁，必须嫁。孟大小姐，这些都是我家殿下的心意。他说让您别短了自己的吃喝，然后他又让身边的宫女给孟晚秋量了尺寸。将军府没个顶事的男人，府中境遇是真不堪呀！堂堂一大小姐，穿的都是些什么？老身回宫便让人给你裁剪新衣。李嬷嬷误会了，新制的冬衣这2日便送过来了。哦，那秋衣呢？我看将军夫人的秋衣款式倒是新得很，今年新做的吧？夫人这档子该忙着的吧？就不劳您在此陪着我一个老婆子了。大小姐，您如今脑袋清明了，可得把眼睛睁大，把人给看清了。这个老钱婆仗着自己是6皇子身旁的人，竟然这般羞辱我这个将军夫人。若是府中下人，宫里来的嬷嬷果然战斗力爆表。你这孩子受苦了。见孟晚秋露出疑惑的表情，我与你外祖母是嫡表姐妹，为了贴补家用，我就进了谢府。自6皇子殿下诞下，我便做了殿下身旁的主事嬷嬷。原是有这层关系，难怪他这般维护自己，给姨外祖母请了。李嬷嬷顿时热泪盈眶。好孩子，我家殿下说明日就去皇上那请指立你为6皇子妃。若是这事成了，往后我顾着你就便利了。我比他大这般多，并不合适。大几岁又何妨？6皇子身份尊贵，且是所有皇子中最富庶的，更遑论6皇子都不在意这个，你在意什么？寒山寺的菩萨果然灵验，小姐，我们应去寒山寺还个愿。还什么愿？我娘年年都去寒山寺替你许愿，菩萨这回终于灵验了，咱不得去拜拜。你娘拜财神了？我娘说了，不能光拜财神，寒山寺的菩萨她都挨个拜了遍。小姐，咱们明天就去，菩萨显灵了呢。正愁不知如何向六儿解释有个乾坤殿的事呢。好，明儿一大早咱们就去寒山寺。林武将孟晚秋今日去中永伯府的事一五一十的汇报给了欧阳林。难道真的有托梦一说？黄衍庭当真是在他说的院子里找到的？是的。行，继续去盯着吧。孟姐姐，我能进来吗？进来吧。孟姐姐，谢谢你，您是有大本事的人，您能不能再帮帮我？我娘亲好几日未好好进食了，我真的很心疼，我好想让她再见我一面，您能再帮我一次吗？孟晚秋对着黄衍庭的手掌比划了几下，一道金光没入他的体内。去吧，你手掌接触过的人都能看见你，但你只有2个时辰的时间。娘，你瘦了。婷儿，娘，我在。婷儿的手真冰冷，娘去为你烧旺旺的火。娘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见您了。娘亲，送我下葬后，替我备一份谢礼给将军府的孟姐姐吧。好，婷儿，你可知是谁？是谁害的你？我走在路上，被人从身后套了麻袋，根本没看到是谁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害你之人找出。娘，这大概就是我的命，您早些给大哥说清是吧？指不定轮到我投胎，就能做了大哥的孩子。我还想回来与您作伴。当真吗？好，娘等你，等着你回来。你能在梦里多陪陪娘亲吗？好，娘，婷儿陪着您。娘，您在与谁说话？宁儿，是婷儿回来了。娘，弟弟真的走了，回不来了。黄衍庭将手握住了黄衍明的手，黄衍明的眼前突然就出现了弟弟黄衍庭的面庞。娘，我好像看到弟弟了。大哥，我时辰快不够了，大哥，我走之后，你一定要照顾好娘亲，娘一定要好好吃饭，我不喜欢看你这般消瘦的样子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。黄衍庭的身影越来越淡。衍庭，空气中再无任何的回应。感谢各路菩萨照顾，最近我有些烦恼，家中黄金太多，不知如何处置。如果你们真心疼爱照顾我，便再赐我一个可以葬东西的物件。若是此心愿能实现，我必月月给你们上香油钱。小姐的愿望有些离谱，不知道菩萨有没有听到我的心声？这么多黄金，总不能老放在这儿吧？小姐，菩萨能保佑你好起来已经不错了，咱们不能要求太多了。黄金收。小姐，黄金出来。小姐好似街头变戏法的神棍呀，好像菩萨真的显灵了。天哪，不得了了！小姐，你再试试其他那些。六儿，这好像是真的，菩萨好像真的显灵了。小姐，您装那些箱子的东西到底是个什么神奇的物件呢？能让六儿看看吗？我也不知道呢，就是我脑中想着葬它，它就藏起来了；我想拿出它，它就出来了。小姐，要不咱们去一趟府里的库房？孟晚秋听六儿的话，也是眼前一亮，这真是个好主意呀。跟里。
这皇帝是一天也不想当了。这是皇上今天的第4次崩溃，你知道的，男人嘛，每个月总有那么不舒服的几天。哎，不过皇上的大衣服是真不准时，这个月又提前了6天。批不完的奏折，看得朕脑瓜疼，正好想要挑子，好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。皇上，开始了，该歇着了。还有这般不完的牌子，你知道吗？朕真的好累，好烦恼啊！是的，皇上，我知道，但是皇上，我好羡慕你的烦恼啊！摆驾昭华宫吧。小六找你求娶孟大将军的女儿了，你不反对？这有甚好反对的？他爱便由着他呗。你对孟大小姐了解吗？又不是我娶亲，我了解那么多做甚？小六要真心喜欢，定然会自个儿去了解的。你呀，都是为娘的人了，还和从前一样。反正他爱的，我也跟着爱，我就等着往后喝我的西裤茶。朕的烦恼又来了。小六，朕且问你，你是真心想求娶孟大小姐的吗？不可撒谎。其实小六尚不知何为心仪之人，但父皇特提了孟大小姐，定是父皇看中孟大将军。小六愿为父皇分忧，况且孟姐姐长得也极为好看，九皇叔与我一同去的将军府，他也对孟姐姐很满意。我相信皇叔的眼光。没想到小六首先考虑的是皇家与将军府的关系。好，无儿甚好。私婚的事情暂且不急，婚姻大事不可儿戏。等你确定你并非因任何外因而求娶孟大小姐的时候，再来吧。小六似懂非懂的点头。次日，将军府迎来了2位皇子，3皇子来接孟如烟去参加一个诗会，而6皇子则是来给孟晚秋送衣裳的。孟姐姐，过2日便是赏秋宴了，这2身衣裳你去试试，看看有何处需要改的，就给李嬷嬷说。小六，这可是特级蜀锦。是的，这蜀锦是皇上赐给他母妃昭妃娘娘的，她见着这料子好，就向母亲讨了来。果然，父皇最疼的人还是小六。殿下，这般贵重的东西，晚秋收下不妥。怎么不妥？你配得上这世上最好的。三哥，谢谢你和孟姐姐退了亲，这样的孟姐姐一定能配上更好的人。这小家伙嘴巴是抹了蜜吧？而后孟晚秋被李嬷嬷催着去试穿新衣裳了。三哥，你不是要和孟二小姐去诗会吗？诗会尚早，我再坐一会儿。很快，孟晚秋就又回了正厅，众人的视线全部都投向了她。孟姐姐，你穿这身真是太美了，好似那天仙一样。殿下谬赞了。孟姐姐，往后我看到好的料子都给你送来，你每天都要穿得美美的。大姐姐穿着衣裳的确是美极了，6皇子殿下能对姐姐这般好，是姐姐的福气。那是自然，我三哥对二小姐这般好，二小姐也是有福气的。孟晚秋眼神总在欧阳瑞泽头顶飘忽，几次都与欧阳瑞泽碰上了。看这团黑气倒比之前更是浓了些。为什么他总看我？看这样子，其实他是爱恋着我的，只敢偷偷的看。他见时辰差不多了，便起身欲带孟如烟出门去。三皇子殿下，我建议您今日还是不要外出，口有血光之灾。孟大小姐何时会这些神棍之术了？我的安危就不劳小姐操心了。我三哥真有事吗？但死不了。给你，保平安的。孟姐姐，你怎么这么厉害？可以教教我吗？殿下不适合学这个，殿下的心思该在如何让百姓吃饱穿眠，安居乐业。这些不是我父皇考虑的事吗？殿下身为皇子皇孙，理当为国分忧。我父皇可辛苦了，我不愿这般辛苦。我想和我外祖与舅舅一般，走遍大江南北，见识各国风情，那样也是好。做你自己想做的事。三皇子殿下在诗会上遇刺受伤，二小姐吓晕了，被人送回府了。小姐，这也是菩萨赐给你的能力吗？不然怎么小姐才说三皇子血光之灾，下场就遇刺了呢？也许是吧。小姐如今简直犹如神棍，不，有如神助。这事肯定与他有关，要不然他怎么知道今日殿下会有血光之灾？嫣儿，你说什么？孟如烟这才将今日在厅内6皇子和3皇子来的事完整的说了。特级蜀锦，他孟晚秋凭什么？为什么什么好东西都被孟晚秋的去了？可我更疑惑的是，我与殿下出门前，为何他出言提醒殿下会有血光之灾？他怎知道？难不成孟晚秋对三皇子与他退婚一事记恨上，所以？大小姐，我得了夫人吩咐，给大小姐送家具摆件来了。碧桃姐姐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这些不是咱们小姐原先用过的。夫人说了，曾经那些都被大小姐砸的砸，磕的磕，东西早就坏了，也是夫人心善，特意从库房搬出曾经老夫人用过的给大小姐用。不可能，小姐根本就没有砸坏院内什么东西，是你们一个个私自来搬走了。我们小姐的物件都是上好的。好了，东西我也送到了，我该回去回禀夫人了。站住，这些东西你搬回去。大小姐，这些都是夫人特意嘱咐我上库房给你挑的呢，搬回去，这是你罔顾夫人对你的一番垂爱。你将东西抬回去，
顺便告诉夫人，公主府的赏秋宴我不去了。那大小姐可别后悔了，府里的人可都忙着呢，没这么多空去再为你跑腿了。夫人院里的人真是欺人太甚。屁！大小姐真是好大的架子，夫人好心给她送这么多物件，她还这般挑剔，还说公主府的赏秋宴她不去了。什么？她说赏秋宴不去了，她怎么能不去？她不去了正好，省得给咱们将军府丢人。赏秋宴是九王爷邀请的孟晚秋，你姐姐才能够跟着去。要是孟晚秋不去了，你姐姐就没机会去了。三皇子殿下不是说了要向皇上请旨娶姐姐吗？这口头上的承诺，你姐姐就能当上皇子妃了吗？总之这些事你别管。至于秋兰院的那些银钱，你也不用眼馋，我给你父亲去信了，过不了一阵，他肯定会到我手上的。六儿看见碧桃又来了，后面浩浩荡荡的跟着一大堆的奴仆，个个都小心翼翼的抬着个数件。晚秋，都怪我不好，没管束好下人，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。你看，我让他们重新给你搬来了，这是今年的新冬衣，刚刚秀娘送来的，我便亲自给你送过来了。如今你大了，身旁也不好就六儿一个人，明儿我便让管家再给你安排些丫鬟小厮。那今日我想先向夫人讨了碧桃来。碧桃我用了多年，给你恐怕不太好吧？就是跟了夫人多年才好，想必夫人已经将她调教得很好了，我身旁就缺这样的大丫鬟呢。况且夫人何必留着这般好看的丫鬟在身旁？要是父亲回来收用了，府里又多一房一娘不是？那行，碧桃就给了你吧，往后等你出嫁，就给你做个陪嫁丫鬟。那真是太感谢夫人了。往后大小姐便是你的主子，你可要好好伺候着，万不可懈怠了。是。碧桃甩着锄头在院内挖着地，六儿在旁指挥。那边够了，来这边挖。孟晚秋说黄金太多，容易遭贼惦记，让碧桃在院内挖些坑，然后把黄金都给埋进去。此事只有你知，我知，六儿知，我是信你，才让你帮着挖坑的，好好干。树杈上的林武一直看着树下的两个丫鬟将10几箱黄金都埋进了土里才离去。欧阳玉琴跟着林武一路进了王爷府，林武事无巨细地报告了孟晚秋的1日行程。继续盯着吧。堂堂一个王爷，盯着人家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做甚？我皇家血脉真好，这般俊逸。那个，你要不去那边坐着？你说什么？你在和我说话？你能看见我？别激动，别激动。上回在将军府，你都看不见我，怎么这回突然能看见我了？有没有可能，上次我就看见你了呢？这个老六，你是不是看上了孟晚秋？你想多了。若是不喜欢，又怎会特意关注？我就是纯纯的好奇而已。前辈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就这样一直跟着孟晚秋吗？以前是这么打算的，现在想想，跟在你身边也不错。黄侄子，那个在晚秋院子树上蹲着的那位，你还是撤了吧，往后天寒地冻的，别折磨人了哈。乖。碧桃挖了一碗的坑，想她将军府的一等大丫鬟，何时受过这等委屈？夫人，碧桃想回夫人跟前伺候。这模样要是被哪个男人看到，还不得迷得五迷三倒。孟晚秋说的对，这样的人还是不能留在身边。快起来说话，怎么就去1晚上就成这般了？夫人，我可是一等丫鬟，可大小姐却让我做小丫鬟和小厮的活。她昨晚让我在她院内挖了1晚上的坑。她在院内挖坑干嘛？大小姐说黄金藏屋里不安全，所以让奴婢挖坑给埋起来。她将所有的黄金都埋了起来了。是的，而且坑都是我一个人挖的，手都肿成这样了。你受委屈了，你是我身旁的大丫鬟，我怎么舍得让你一直带秋兰院？可大小姐如今不一般了，她身旁不放一个我信得过的人，我怎安心？别人我都信不过，我知晓你一定是与我同心的。柳氏一番安抚，还直接将她的阅历涨了2番，又赏了1支金钗。碧桃欢欢喜喜的应下了。奴婢还以为夫人不要碧桃了，夫人放心，往后我一定做好您的眼睛，事无巨细，一定向您回禀了来。小姐，昨晚的黄金您真的藏好了吗？碧桃肯定去芙蓉院报信了。放心吧，我将它们都收起来了，现在院子里的都是空箱子。那就好，你们几个以后都是我秋兰院的人了，我也不瞒着你们，前一阵我得了一些黄金，昨儿个我让碧桃给我都埋在了院子里。你们在秋兰院除了嫂嫂的事外，就是要替我收好这些金子，万不能传给秋兰院外的人知晓。是，小姐，我们是您院里的人，一定听您的吩咐。欧阳林处理完所有的公务，想起孟晚秋，他真的很好奇，实在没忍住，悄悄地蹲上了林武的看守宝座。那是一个很厉害的法阵，这是孟大小姐弄出来的吗？果然不简单。人间怎还有这般厉害的乐魂？你是何人？来此处做甚？南魂看着这若柳扶风的一人一魂，更是兴奋极了。
身上实在太多罪孽了，若是收拾了这只恶的，肯定功德大涨。你别冲了，我跟你走。什么？没想到你这般的识时务。晚秋，不能跟他走。不是，放心。孟晚秋，我和你一道而去。虽然孟晚秋有些本事，但对方是凶神恶煞，怎么让我放心？你且安心，先在屋内休息休息。看，我也要一道带走。你带不走他，高人在屋内设了禁制，他只能在我屋内。欧阳林，你还在看戏？快去给我保护晚秋呀！孟晚秋一直睁着眼，记着脚下的路，任男鬼邪卷着。大当家威武，居然带回一个活人，不知你想用后，可否让咱们也不过瘾？这可不行，我屋里其他那些都赏给你们吧。手下们人都高兴异常。今夜就不许你们大当家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吧！你们是想魂飞魄散，还是好好的伺候我手底下的兄弟？是来送你进地府接受审判的人。孟晚秋接了一个印，他直接就被钉在原处。屋外的小飘们立马一哄而散，个个逃散而去。你菩萨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！你们给我说说，这男人姓甚名谁？你们又是如何被囚于此处的？原来这个大当家名叫朱雄，在北边犯了事，逃到了关塘岭，领着一帮游手好闲的手下占山为王，专干打家劫舍的事。之后他不知招惹了谁，被人端了老巢，整个寨子的人皆丧命于此。等他发现他干后并未被押回地府，又开始了作威作福之事。他掳来的可不止他们，还有4、5个已经被他打得魂飞魄散了。孟晚秋怒从中来，这般恶魂就应该被关在18层炼狱里，让他时时受那18般的刑罚。欧阳林见到黑白无常的时候，心内的震惊就要炸了一般。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大小姐？牛杯，太牛杯了！那个先带走吧，别让他太好过。至于这几个也是可怜的，7日后你们再来接吧。众女纷纷跪谢。你们也不必谢我，还有7日时间，你们去看看你们想见的人，再好好告个别吧。孟晚秋给5人都画了一道符，这几天你们可入亲近之人的梦，了却这一世之事，下一世愿你们头个可安享晚年之家。人的命数有定，他们沦落至此，何尝不是上一世种下的孽果？给自己画了一道符，飞速往城内赶。锄禾日当午，啥都不靠谱，闲来无事做，不如斗地主。小姐，您别气了，这些都是好物件，值不少钱呢。您生起气来，砸的是咱们自己的东西，多不值当呀！我偏要砸，就要砸，都是一些破烂玩意儿。为什么他孟晚秋这般好运到，那么多黄金，还有特级蜀锦？咱们去秋兰院。三小姐，这时咱们去不得，连你也管我？小姐，过2日就是赏秋宴了，咱们暂且再等2日。我听见了点消息，大小姐将她所有的黄金都埋在了她的院子里。当真？听说还是碧桃亲自埋的。她果然还是个蠢的，居然把钱埋起来，以为这样就不会丢失吗？要先下手为强，谁拿到了就是谁的。喜儿，这是娘亲为我织的参加赏秋宴的衣裳，你的眼光向来好，你给看看，这样可好？可太好看了呢。再好的料子，在特级蜀锦面前也失了颜色。姐姐，我有个法子，让他穿不了那衣裳。什么法子？等那日，你便知晓了。哦。转眼赏秋宴的日子便到了。碧桃，你去将6皇子送来的那套衣裳拿来给我换上。碧桃一听让他去拿衣裳，心里忐忑极了。怎么办？要是被大小姐发现，该怎么办？碧桃姐姐，你不舒服吗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衣裳怎么可能是好的？昨夜明明将衣服剪破了几刀口子，可是为什么它会完好无损地出现在眼前？碧桃手怎么了？怎么抖成这样？没事，小姐，大概是早晨手凉。那就拿手，别冻坏了，到时候剪刀都拿不住。我家燕儿果然姿容出众，定会在赏秋宴上大放异彩。娘亲、妹妹，你们都快早了，6皇子给大姐姐送来的衣裳才让人惊艳呢。呵，特级蜀锦，他要是敢穿出来，我倒是会惊掉下巴。喜儿，你做了什么？娘亲，我让碧桃将孟晚秋的衣服剪破了，我看她穿什么盖过姐姐的风头。你怎么这么擅作主张，破坏皇家之物？要是被6皇子发现，可怎么是好？他急得团团转。你做事前能不能过脑子？都13岁了，何时才能有长进？我不是为了姐姐嘛，她穿那么好看，姐姐还如何出风头？怎么了这是？这就是特级蜀锦嘛，真是美极了。可为何她还是好好的？碧桃不是说了，她已经将它剪坏了。碧桃，你不是说……还不快将3小姐带下去？夫人，3小姐好像有话对我的丫鬟要说。她能有什么话？你们快走吧。幸好用了一道障眼符，才保住了这衣裳。
梦姐姐，你怎么不穿我送你的衣裳？是不喜欢吗？我很喜欢，但我今日并不想多张扬，风头就给别人出吧。公主府的赏秋宴让人趋之若鹜，其中重要的便是，在每年的赏秋宴，总能让许多官家小姐公子看对眼，继而喜结良缘。孟如烟笑得很温婉，见孟晚秋四处张望，心中嗤笑一声，没见识，这种类型的宴会就该是我才能来的。哼，皇嫂是为三儿来的。是呀，瑞泽也到了婚配的年纪了，你皇兄呀，着急着呢。那我今日这宴办的可真是时候。有公主府的女官站在台前，宣布赏秋宴流程。孟晚秋听着，无非就是吟诗作对，而后是歌舞之类的才艺展示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蚊子咬，夜里一翻身，压死值多少？啥都不靠谱，闲来无事做，不如斗地主。问今年有几多愁？恰似桌上那壶二锅头。小荷柴肉煎煎饺，挑灯排骨炖豆角。难怪公主府的赏秋宴那般受人追捧，真是有趣呢。我看那个姑娘才情还不错，不知是谁家的。身旁的嬷嬷回话，才知是将军府的二小姐。九皇帝让我下的帖子，明明是给将军府大小姐的，怎么来的是二小姐？回公主的话，孟二小姐是跟着孟大小姐来的，孟大小姐坐在那边角落呢。听闻孟大小姐的痴病好了，看这样子，传言倒是真的。这样一个美人儿，仨怎就瞧不上？许是个人缘法吧。那依你看，九皇帝是看上哪一位了？他那个脾性，一般人难入他的眼。哎，的确是呀。孟如烟上台舞了一曲，场中热情更加高涨了几分，一直夸孟二小姐不仅文采出众，武艺也是超群。孟二小姐这般出众，孟大小姐定然更甚。咱们不妨让孟大小姐也表演一个吧。是呀是呀，孟大小姐也别藏着掖着了，也来献艺一番吧。不是，我哪里得罪你们了吗？孟大小姐可方便回公主话，那我就献丑了。若是表演的不好，也请各位勿怪。如烟，你大姐姐在家中真的为学任何才艺吗？孟如烟微微的点头表示确认。那她现在，且看着吧，看她是如何丢人的。孟晚秋让人取了一张琴来，也不要桌子，就席地而坐，琴就架在她的腿上。这一动作惹得台下众人哄笑。粗鄙，真是粗鄙不堪。琴就该放在桌面上弹奏的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我还从未见过哪个女子这样弹琴的。可不是嘛，一点女子的端庄都无。难怪三皇子宁可舍了万金也要与她退婚。孟晚秋忍不住叹息，还是不如用惯了的那把，将就用用吧。琴声悠扬且空旷，音符在空中跳跃，散发出柔和的光芒。那些音符好似拥有魔力一般，轻轻穿透了每个人的心灵，让刚刚还躁动不安的人渐渐沉静下来。琴声穿过公主府，飘向街道，行走的人群也纷纷驻足，侧耳倾听。是何人在弹琴？今日正是公主府的赏秋宴，大概是哪家小姐吧？欧阳明骑了马，直奔公主府内而去。哎，不是着急进宫复密吗？是他。孟晚秋睁眼，与他四目相对。为何他丝毫不受影响？这是他在忘川河畔最爱弹的安魂曲，所有魂魄皆会被他的琴音安抚。他手指再次抚过琴弦，加上了几分念力，琴声直直冲着欧阳林而去。欧阳林自然感受到内心多了一丝平静，他朝孟晚秋露出一抹微笑，并点头致意。一曲中，众人都未回过神来，依旧陷在那宁静祥和的感觉中。一个突兀的掌声打破了沉寂，众人这才惊醒，场中就跟着爆发出流鸣般掌声。孟晚秋微微回身，献丑了。孟大小姐情意出群，丝毫不输德音先生，真是珠玉蒙尘了。可不是嘛，没想到孟大小姐是个这样的妙人儿，听你一曲，浑身舒畅呢。往后呀，多来公主府玩。说着，欧阳叔让人赏了一对玉如意和一匣子首饰，皇后却试赏了他一个进宫玉牌。有了这个玉牌，便是得了自由入宫的机会。在关键时刻，这个玉牌便是一道保命符。皇后自然看到了欧阳林，见他眼神一直跟随着孟晚秋，露出了一脸的姨母笑。九皇帝今日怎有空来我公主府？我只是路过而已，这就先回宫复命了。你们继续。孟如烟盯着孟晚秋的眼神充满了不可置信。她不是孟晚秋，一定不是孟晚秋。她什么都未学过，怎么可能有如此高的琴艺？那她是谁？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，我打死你！孟姐姐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母后和皇姑姑都赏了你，我也想送你些东西，你喜欢什么？不用了，殿下，上回您送了我那么多黄金已然够够的了。那如何能一样？那些是替我三哥赔罪的。我母妃说了，遇到心仪的女子就要出手大方，只要钱能搞定的事，就不是事儿。六皇子殿下，你真的大可不必，你还太小，还不懂什么是爱情。那爱情是什么？爱情是男女双方都互相心悦对方。那我就是心悦你，你不喜欢我吗？你对我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，我对你
也只当你是我弟弟。那这个意思是你还是不喜欢我吗？喜欢，我怎会不喜欢你呢？只是我对你的喜欢，应当是同你母妃对你的喜欢是一样的。走吧，咱们还是好好的去赏花吧。欧阳焕寻苦恼的摇了摇头，女人呀，真难懂。唉，皇嫂可确定好哪个了？若是我自己选，定然是孟家大小姐无疑了。可这门亲事是她自己上赶着去了的，我也不好多嘴。孟大小姐瞧着的确是不错，真是可惜了。不过我可听说了，三儿该是属意孟家二小姐的。孟家的小姐的确都挺出挑的，我便向皇上提了这事，也好依了小三的意。孟晚秋刚回府，就见到了候在门口的陆离，看她脸上多了几条印子，一看就是被人给挠的。大小姐，三小姐带着她院子的人来咱院子偷黄金了，川桃姐也拦不住，延延几人还被三小姐的人打伤了。孟晚秋一听这话，脸就沉了下来，然后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碧桃。三小姐居然上门偷黄金了，可她是如何知晓的？一定是夫人告诉她的。夫人呢？夫人回上书府去了。给我使劲打，让他们赶来本小姐，动作那么慢，是没吃饱饭吗？我看谁敢！哈哈，你以为我怕你？打完，每个人我赏一锭金子。妖怪们听到一锭金子的奖赏，此刻都目足了劲，可他们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动弹不得了。刚刚他们是怎么打你们的，你们就给我怎么还回来，狠狠地给我揍他们！废物，废物，还手呀！孟晚秋一步步走向孟如雪，周遭空气都好似寒冷了几度。你要干什么？孟晚秋直接抬起手来，对着他的脸扇了下去。敢来我秋兰院头上撒野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竟然敢打我，你个不要脸的贱人，我打死你！孟如雪冲上去的身子硬生生的停下了，手臂也悬在半空之中，无论她如何使劲，都无法动弹。贱人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陆离，你去趟京兆府报案，就说三小姐带人来院子打人还抢金子，快去！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们还不去拦着他？我操！你不要过来！不是很想要我的黄金吗？我不要了，大姐姐都已经挖出来了呢，不要多可惜呀！我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你放我走吧！呆，哭什么？姐妹之间玩闹而已，这么哭着出去，别人还以为我欺负你了呢。快走吧，要不然我可能会吃人哦。娘亲，他屋里有鬼，他屋里肯定有鬼，我看见了，那些奴才根本没碰到他，怎么可能会平白摔跤？禀夫人，原本我们是好好教训了秋兰院几个的，可大小姐一回来，我们就不能动弹了，平白的就让人揍了一顿。是的，夫人根本动弹不得，还发不出声儿来。娘亲，我觉得妹妹说的没错，孟晚秋一定有问题，她可能不是真的孟晚秋。我明日便请人过府来瞧瞧。见过将军夫人，我是钟永伯夫人夏氏，这般贸然前来，打扰了。夏夫人客气了，不知是有何事？我家小儿曾蒙贵府大小姐帮忙，今日我特备薄礼以表谢意，望夫人能帮忙转送给大小姐，就黄金100两，这份心意，请大小姐一定要收下。白捡的金子，不要白不要。夫人，您不觉得奇怪吗？大小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如何能认识钟永伯府的小公子？听柳嬷嬷这么一提醒，赶忙的就让人下去探听这事。今日赏秋宴如何？可看中了哪家的小姐？这回呀，我见着了孟家那位大小姐了。依我看呀，瑞泽真是看走眼了。哦，怎么说？这姑娘呀，不仅模样讨喜，还弹得一手好琴，琴艺堪比德音先生。当真？那是自然，她的琴音好似能让人忘却烦恼，浮躁的心都跟着平静下来。这么说，等有机会，我定也要听她弹一曲。除了孟大小姐，可还有出色些的，能配得上小三的？柳尚书家的那个外孙女，孟家老二。说起来，倒也配得上小三。今日宴会还见着九弟了，他终于开窍了。兴许是的。哪家的？还不知道这小子喜欢何种类型的呢？孟家的，是孟大小姐。我看她的眼神一直粘在人家身上呢。朝灵帝听后，对这个孟大小姐更感兴趣了。现在我真是很想见这位了。等哪日我把人招进宫来，就让人来知会你一声。夫人，我去打听了钟永伯府的事了。钟永伯家那个小公子前一阵死了，这才下葬不久呢。一个过世了的人，他能帮过什么忙呢？夫人，大小姐会不会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？赶紧的，你现在就出门，给我找几个能人来，咱们可不能让那位给霍霍了。